东亚这个社会啊，几十年以来走的路是非常非常艰辛，而且是非常可观的。美国其实在里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你比如说，像1986年东亚民主运动开始，就是菲律宾开始的，所谓的这个人民权利 （People's Power）。那个时候，马克思独裁政权把这个反对党的领袖，一个参议员枪杀了，给枪杀了，他的这个太太啊于霜起来选举。那个时候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台湾马上也跟上了，韩国也跟上了。那么当然加上日本战后被美国彻底转变的一个民主的国家，那么东亚是一个民主的程序。现在这个严重抵抗、带头抵抗这场民主化运动不可阻挡的民主化运动的，就是中共。引用了孙中山先生啊，你觉得这个孙中山有很多这个不是，但是他说了一句话，大家可以鼓励了啊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尚需努力啊。对，民主化是非常艰辛的一条道路。对，我觉得革命不好，革命本身是不民主。你民主是让人家那个主权在民啊，人民自决啊，你去革人家命。所以说这个孙中山呢，他这个武力统一本身这个，我说他这个毒啊。这毒祸害了中国已经对，到现在。这个东西啊，这个革命和改良啊，这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啊。就说这个革命呢，革命这个词呢，在现代社会之间是从法国人开始的，法国革命，它很激烈，对，很过激。那时候是因为法国王室这个太腐败了，贫富太悬殊了，所以你要革命。美国没有讲革命啊。美国虽然说是美国革命，它也叫 The American Revolution， 但是呢，美国的革命呢，它是口号性的，它没有对整个社会阶层进行大量的清洗或者是重组。你比如说，中国共产党，美国它是讲独立嘛，它有讲 revolution 嘛，就是修辞上的一个说法。你比如说，美国它有一个叫波士顿大屠杀，叫 Boston Massacre， 4个人死掉。OK， 一起，但是那个他要把这个渲染起来啊，所以美国历史上它比较小的一些事情，它做得非常大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有鼓动的东西在里面。但是呢，像这个你说很对，这革命这个事情你要怎么看？你比如说，我曾经有一次跟这个我的美国一位同事，这个同事呢，因为我在 Berkeley 读研究院，那么研究生，那么都是很左的一些人，他们觉得美国这个社会跟其他共产党一样集权专制差不多，所以我跟他讲，有时候我们谈论的话题是中共政权里面死了多少人，我说一共大概最高估值是7000多万，多得不得了。我说中国共产党他是非常向往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。研究中国的这个人，我就把历历数下来啊，多少，他觉得很不安。然后他说 ，So what? We have Kent State。共产党死了嘛，这无所谓。你看，我们也有这个 Kent State 的那个屠杀。Kent State 是这个越战时候学生抗议，然后在俄亥俄州的国民警卫队对抗议的激进的学生开枪，死了4个人。这4个人的死亡跟中国共产党7000多万人民的死亡，这道德上是相等的。所以这就是我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的同辈，绝大部分人都这样的有思维逻辑，他们对共产党的一些吹捧赞扬，基本上就从这个角度来，他是对美国社会的严厉的批评态度来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就是在美国社会里面，像我是新生代移民到美国去，我是非常非常这个赞同欣赏美国社会给予的自由和民主，所以我会有一个比较的眼光，没有比较的眼光这是很难的。美国这个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外交政策的专家叫 George Kennan， 乔治·坎南，他一辈子对苏联研究很到位，但是对美国的研究一塌糊涂，对中国的看法也是全部是错的。他死的时候，这个《纽约时报》有一篇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纪念文章，讣文呐，讣文，其中说的很好，就是说这个坎南先生呢很了解苏联共产主义制度，但是很不了解美国。很多研究中国人的美国人，他们这个犯的通病。其实我在台湾也发觉，台湾现在那个大家讲民主，可是很少知道，民主怎么来的 ？Why democracy 啊？其实你现在在看那个 John Locke 理论，第一个，你先要承认人有天赋人权，生命、财产、自由不可剥夺。对。因为有天赋人权，所以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天赋人权，所以政府的权利要来自于人民的授予，然后政府不保护人民就应该被推翻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这民主是由于保护人权来的。你说中共啊，我这个伟大建设，你的那个人权啊，在他的眼里面，随时可以把你践踏，对，随时可以剥夺。
啊，对他不是为你而生存的。对，那他那些伟大什么，其实对你是个威胁啊。你怎么歌颂他呢？对不对？可是就是在民主国家，那么你不管人家讲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啊，你在民主国家，你的人权是受到尊重的，你是被尊重的。可是，在集权国家，你人本身是工具，是手段，是可以牺牲的东西，对吧？对，你看了很多东西，其实那跟你无关的。对，但是共产主义政权本质的特征就是，它是打着人民的旗号来镇压人民。你看全世界啊，凡是冠以人民的名义的这些国家，基本上都是一独裁政权。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人民解放军、人民代表大会都是没有人民的。所以说，它这些东西呢，就是它靠人民来这个统治人民，而且让人民觉得被统治呢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。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手法，就是诈骗嘛，一个诈骗，对。骗了你的钱，还要你帮他数钱，所以说还要谢谢他。所以说，中共最怕的就是呢，就是真相，怕人民觉醒。他最怕就是人民觉醒。年轻人拿一张白纸在那抗议，就会对政权造成巨大的威胁。所以说他这个政权的机制就是什么呢？要不然我就把它100%的给你下一个紧箍咒，要么就垮台。现在这样一种逻辑上的政权，它最终是不可能长久的。我现在要用主权在民、人民自觉裂解共产党，给中国人争主权。第二个呢，我要在鼓励中国人呢发动大罢免，罢免共产党。这是很好。对，学习我们经验，罢免共产党。人们有申诉的权利，有这个的。你看美国宪法，这个修正案第1条，虽然大家都说言论自由，它保护言论确实是重要的，但实际上它提到第1点就是这个 right to petition， 就申诉。中国大陆什么访民的这些东西，这是宪法保障的权利，美国宪法也有这个，所以这很重要的，而且要具体。你看讲到 John Locke 实际上很大的贡献，就是说国家的这个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正当获得的私有财产权。基本人权嘛，基本人权，对。所以说，中国大陆没有啊，中国大陆可以发点财，国家可以随时把你这个财产拿走。像马云这样的人，他都没有财产权的保护。中国这个社会是一个集权专制的政府，它是建立一些非常荒唐的逻辑之上的，而且还有很强的欺骗性。不过呢，这种呢不可能长久。所以中国这个政权，他想当世界领袖，跟世界指明方向，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个事情。所以你有时候想起来这个中国这个政权固然很坏，但是很重要的。它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国度。启蒙运动初期，有那么多非常犀利的这个讽刺的文学，像伏尔泰尖锐的讽刺这个社会现实的这个不公正，这个现实的这个反差。一旦人民认识到这个社会的荒唐，那么这个社会垮台是不会太远的。希望我这个乐观希望。但大家对希望很重要啊，所以我们做这个研究呢，主要是。觉得这个共产党垮台呢之后呢，大家怎么样去这个设想自己的理想的社会啊？共产党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让老百姓绝望，让你觉得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别的人可以统治你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把绝望变成希望。因为你刚才讲的，曹先生讲的很好，主权在民啊，这个湖南是湖南的，对，你湖南人可以回去看1919年毛泽东的想法。你建立湖南共和国，你可以展望你的未来。对，你别靠着共产党。中国人呐、美国人呐、什么西班牙人呐、英国人呐、台湾人啊，都是人。做人就要有做人的一个样子。所以说，当然你说有很多消极的反抗，什么躺平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，但是呢，很消极。要做人要挺起腰杆做人这样子的话，当然说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但是毕竟，现在中国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。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做人的这个空间啊！如果大家都学会堂堂正正的做人，有讲真话的习惯，那么我想这样就汇成一个洪流，那么共产党的垮台也不会太远啊！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社会虽然是畸形的社会，但是毕竟跟外部世界有一定的接触，尤其是台湾这个社会对中国社会的一些影响，我觉得是非常巨大的。老百姓说不出来，不敢说，不能说。但是我想，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在台湾社会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作，不管是跌宕起伏，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，这种机制本身，对中国大陆人民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启发的这个力量。因为毕竟是一个说中文的世界，如果说台湾人民可以，新加坡人民可以，
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不行？对啊，我的脸书经常有那个中国来留言，简体字，你们要努力，我们认同你，加油。当然，我不像你那么有名啊，曹先生。但是我也收到一些朋友的这个来信啊，或者是接触啊，他们说的是肺腑之言，说的很真诚。我们两个的中共是痛恨的，对不对？我中共的痛恨啊，就是我们的光荣。对，这是一种互相鼓励啊，就是这样鼓励的。虽然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啊，像你觉得你做的一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对，没错，我都是再平常不过。对，就是你是不平常的人，我觉得我是很平常的一个人。对，我这是大报名啊，我也讲说，我只是志工3号，而且是3号，对，跟着他跑。对，这就是人民的力量，这个人民的力量。好，今天我们聊了很不错，几句话我们聊出未来的希望啊。对，这个瞎聊，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吧。好，谢谢曹先生，谢谢大家，给我这个机会。对。